我是奥波，我现在人在澳洲的黄金海岸。我这次呢从墨尔本移动到布里斯本，我选择的是搭飞机。这次搭飞机选的航空公司叫做 Rex。订票之前呢，我甚至是完全没有听过，它在网络上的资料也不是很多，所以我就决定拍一支影片介绍给大家。到澳洲旅游啊、探亲啊、游学、留学、打工等等的，都可以参考参考哦。它在墨尔本出发的时候呢，是在第4航站，和其他的联航呢是在同一个地方，都是采自助登机，还有自助托运行李的方式。这是墨尔本机场的第4航厦，现在才早上快要5点，机场已经很多人了。Rex 的自助报到机要走到最底才会看到，自助报到和行李托运都是在同一个地方。机器有不少台哦，虽然人很多，但是排队速度还蛮快的。我觉得整个流程进行的还蛮快速，而且也蛮简单的，它的指示都很清楚。那大概呢，在出发的1个半小时前抵达会比较安全。他寄来的指示呢，是希望大家可以在飞机起飞前的1个小时到机场。那我自己是抓1个半小时，时间其实绰绰有余。机票有附1个人1件23公斤的托运行李，还有1件手提行李可以登机。行李通过安检，我们也要上楼过安检了。不知道这么早，机场的餐厅有没有开？现在在国内线机场，现在很早哦，大概5点半左右。哇，这里的飞机很多都那么早哎。我们这次搭的是 Rex， 它是一个以为是廉价航空，结果不是，它有附行李，然后也有餐点那些的。我们刚刚已经弄完行李了，现在就直接准备去登机喽。现在5点10分，我们要搭从墨尔本去布里斯本的飞机，然后这次搭的是 Rex， 它是一个新的航空，本来以为是廉价航空，结果不是，跟其他廉价航空一样，是在 T4。这个 Rex 啊，是除了 Qantas 以外，澳洲最大的内陆航空。刚刚呢，我看到大家都没有那个 lounge， 都去那机场那边买一些吃的，但它这个有自己的 lounge， 然后它也有那个 business class。我们这次呢就买的是经济舱，然后来回的票价1个人大概5000多块左右，含税，台币。它有附行李，然后也可以有机上的东西吃。只不过我们看了它那个机型呢是那种载体的737飞机，比较旧。等一下去看一下实际上怎么样。好，在20分钟就要登机了。啊，好早哦，只睡4个小时。那我们就飞机上见喽。这次呢，我虽然搭的是早上6点的班机，但是我在登机的时候发现人超多的，一上飞机就发现这台飞机几乎也是全部客满的状态。那这是一台737-800的载体客机，就算是一个小飞机嘛，然后里面是没有娱乐系统的。不过我搭的时间大概2个多小时，2小时左右，睡一下也就到了。小飞机的登机速度超快的，我坐好以后大概10分钟，飞机就后推准备起飞了。没带飞机枕，不过刚只睡4个小时，有这个头靠，睡觉就 OK 了。飞机头靠有3个颜色，蓝色、红色、紫色，也是 Rex 航空的企业配色。很久没有搭波音737的小飞机，位置就是这样小巧可爱。这个桌板吃小点心和喝水很够用了。表定6点5分起飞，没有 delay， 很准时。本来以为底下塞不进我的后背包，没想到还刚刚好。竖直椅背的状态，这个距离大概3颗拳头吧。看着椅背，能感受到这架飞机的时代感。Rex 呢是一间澳洲境内的航空公司，它也是仅次于澳航，就是 Qantas Group 那个集团之外，澳洲第2大的区域航空公司。它是在2002年成立的，它原本呢都是飞一些小的城市，但是它在2020的时候呢，它就宣布自己要扩大，去拓展一些国内的市场。所以啊，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正式营运了墨尔本啊、雪梨啊、布里斯本啊、黄金海岸等等这些大城市。我和我墨尔本的朋友说我要搭 Rex， 他甚至也没有听过。
飞机上没有娱乐系统，但有看到耳机孔。2个小时左右的航程，机上没有看到耳机。这按钮按下去，咦，好像不能用。这次太晚买机票，没办法选座位，坐到最后一排，椅背可以调整的幅度不大。6点5分起飞，表定8点15抵达。这么早的飞机，我看飞机上的大家都已经打开睡眠模式。它的座椅呢不是很大，载体客机嘛就只有一个走道，然后经济舱是采33的配置，那前面呢又有商务舱是采22的，2个舱呢是用一个隔板去隔起来，那你就可以想象商务舱跟经济舱大概就是2比3，2个商务舱的位置呢等于3个经济舱的位置这样。最后一排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上餐最慢，但上厕所最快。机头有1间厕所，机尾有2间。飞机后推，我们要起飞了，很准时，6点05。空服员专业的示范安全逃生的时候，我闻到了熟悉又超级浓的汽油味。外面的飞机真的好多，大部分都是一些联航，还有一些私人飞机，难怪刚刚机场这么多人。今天墨尔本的天气不算差，至少没有下雨，飞机起飞还算蛮平稳的。摇晃的程度大概是这样。我自己呢是觉得，虽然位置不大，但是呢，其实你坐的时间没有太长，所以也不会觉得说很不舒服，就还 OK。再加上出发的时间还蛮早的，我基本上就是一路睡到快到布里斯本，所以我途中就没有吃到空姐发放的小点心，好像是坚果跟巧克力之类的。坐在最后一排，没有等到点心我就睡着了。这是回程时候的点心，还有水。饮料有咖啡和茶可以选，还有附奶球。点心是很像蝴蝶饼的调味饼干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广播要降落的时候呢，起来睁开眼睛，就看到整片海，就基本上那区就是黄金海岸，真的非常漂亮。而且黄金海岸的蓝的好有层次哦，各种蓝色的组合。睡了2个小时，到了天气常常都很好的 Queensland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海吧，真的超级美的。看到这个，我兴奋的以为等一下后门会开，可以第一个下去。结果我实在想太多，下飞机还是要从前舱门。我们一下飞机就直奔行李转盘，领行李了。我觉得速度不算慢，飞机这么多，下行李的速度还这么快。没多久就拿到行李了。领行李的对面是布里斯本机场租车的柜台，本来有考虑在这里租车的，但是时间不够就算了。一出机场就看到可以接驳到黄金海岸的 Air Train， 但这次没有要租车，出外靠朋友，朋友等一下会开车来接我们。那我这次买的票价呢，大概来回一个人是在台币6000块左右。因为其实我的行程都还蛮临时决定的，所以我大概是在1周前左右去订票。那我在订的那天呢，我本来以为我自己抢到那个最便宜的票价，结果就到我输入信用卡送出的那一刻，订票失败。我想说是怎么了？结果一查发现，就其实还蛮多人在那时候订的，最优惠那个价钱就瞬间被订光，来回价钱就落在6100多块。那在这同时呢，我也看了其他的廉价航空，像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维珍啊、捷星等等的，其实它的票价呢都和 Rex 差不多的哦。维珍啊，还有捷星，还要另外再算行李托运的钱嘛。所以说，假设你是一个需要行李托运的人，就可能选 Rex 会比较划算一点。对于在境内移动有行李需求的旅客，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。那我这次的 Rex 体验呢，我个人是觉得整体来说还 OK， 舒适度和安静度当然就不可以跟那个大飞机去相比。不过呢，因为搭乘的时间也不是太久嘛，所以也不会
觉得不方便啊，不舒服。我觉得对于在澳洲尽量移动来说呢，是还蛮方便的，也还不错的一个选择。我这次呢也没有遇到 delay 啊，行李也很顺利的都有拿到。以上呢是我这次的分享，更多澳洲内容可以 follow 我的 IG 哦，之后也会有几集澳洲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呢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或是按个赞，分享给朋友。那其他更多的影片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我现在在 Gold Coast， 然后进来了一间 Google 评分很高的泰式餐厅，超好吃的，很道地。然后它的配菜是那种超甜，甜甜咸咸，就是非常道地的配菜口味，好好吃哦。今天的第一餐是我最想吃的，长得很漂亮的东西。